刚刚看完了这个肖战的得寸进尺，我的天哪，到现在我还很激动。因为说实话，这个片子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姜文的《鬼子来了》，以及还有管虎导演的《杀生》。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风格化很强烈，它不像志愿军啊、长津湖啊，是吧？这种一板一眼的，当然也很好啊，我不是说不好的，就像看新闻联播一样，就是很传统，叙事很传统，故事也很传统。但是这个电影就充满了风格化、个性化、黑色幽默的这种叙事表达风格。我觉得这个戏我必须要夸赞一下这个戏的编剧蓝小龙，真的也只有他，难怪能写出《我和我的团》《生死线》这样的军事题材这种大戏。因为我觉得目前的国内的编剧里边能写出如此荒诞且带有黑色幽默且能够表达民族情怀的，也只有蓝小龙了。就整个电影你会看起来，虽然讲的是民族大义，我们的平民跟小鬼子来对抗，但是他用了一种非常纯熟的这种黑色幽默的方法来去展现，我觉得太棒了，这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而且在这种黑色幽默的掩盖下，能够反映出当下老百姓的那种畏战的心理，那种愚昧的那种封建思想。所以有很多这里边很幽默的桥段，我现在记得两个桥段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有一个老农民拿着那个刺刀已经扎到鬼子喉咙眼了，最后硬生生的是把刀给放下了，被小日本鬼子给反杀了。还有一个特幽默的点，那个有一个士兵他的屁股啊被枪打了一个眼儿，当时那种条件下情急警慌之下，他用唾沫来去疗伤，噗，那一下真的把我逗乐了，就是很荒诞，很有意思。如果这个戏非要让我挑点毛病的话，就是前半部分的叙事，因为他要交代时代背景，交代我们的这个被打散了的军队从南京逃到宜昌，再从宜昌再逃掉了这个歌舞镇，就这块节奏上稍微是慢了一点点。但是自从小鬼子进村之后，整个戏就异常精彩了。我很激动，这个片子我说了，让我想起了这个姜文的《鬼子来了》，还有管虎导演的《杀生》，因为整个戏的拍摄风格化非常强烈，而且在展现民族大义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尤其是最后拿着那个枪，那个肖战跟彭于晏每一个士兵拿着自己的身躯来去打那个机枪，舍命来去保卫家园的时候，那块感动当中又带着点幽默，那种感觉你形容不上来，这就是这部电影的魅力。整个电影它不刻板、不生硬、不传统化叙事，这就是整个电影最大的魅力。那么再说说肖战的在里边的表演，我的天哪，这次肖战我觉得又有可能拿一个影帝了。真的，这次首先他挑战了南京话，肖战的语言天赋真的是太高了。你看他梦中那片海的时候说的是北京方言，其实他作为一个重庆人说北京方言其实是很难的。我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我都未必能说好。所以能足见肖战的语言天赋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我也不懂正宗的南京话应该是怎么来说的，但是我听的时候他说台词的时候，我没听出一些不顺畅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而且肖战现在拍的这个《小城良方》在挑战东北话，你现在发现肖战每拍一部戏现在都挑战新的方言了，就是能看得出肖战的语言天赋是非常非常棒的。除了语言天赋方面，整个在戏里的这种爆发力，尤其是对戏的时候那种灵动性非常非常棒。尤其是最后一段台词，我到现在我的记忆犹新。当然这是编剧的格局啊，这个编剧写的这句话就写得非常好。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和血卷在泥土里谱写出来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一滴泪花，悄然而下。那会儿演的可真好。就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回味无穷，我喜欢这种风格化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而且叙事非常完整。如果非要挑毛病，就是我说了，就是前部分的叙事可能稍微有点铺路性有点太多，可能就稍微节奏有点慢。但是总体来讲，我来打分的话，我至少应该能达到8.5分，因为我喜欢这样的风格化的叙事，我喜欢这种用调侃、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展现我们最真实的民族状态，以及在展现民族大义的时候，这种舍生取义的这种民族情怀，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我觉得这部电影说实话稳了。但是目前来看，票房预测仅有3点多亿，这个我是绝对是不服的。我相信凭借它的口碑，我个人推断，应该这个电影应该不会低于10个亿的。真的，相信我的，这个电影从明天看，明天的票房预测应该肯定比现在要高，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应该都会给好评吧。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